大家好哈，这里是 CLEC James 漫谈我是 James， 今天应该是 James 漫谈的第7集。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事情，我们 CLEC 的宗旨可能已经有人知道，那有些人可能从来没听过我们 CLEC 的宗旨。我们 CLEC 有4大宗旨就是提升、健康、关怀、富有这就是我们4大宗旨。那提升自己，可能提升整个社会，提升整个人群的精神能量，守护健康就是我们当然守护自己家人的健康，甚至守护全人类的心理、生理的健康，这都是我们 CLEC 的宗旨。也是当然我们再来就是关怀他人，关怀社会上任何的人事物，当然也是关怀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再来就是创造富有，我们富有放在整个宗旨的最后。虽然我们 CLEC 一开始都是在教投资理财，可是我们在这种物质的社会，如果我一开始创 CLEC 就开始谈提升、谈精神能量、谈健康，我想那谈这个事情的人多的是所以我们讲了也不会有人听就算我们在讲投资理财，我们的声音也是微弱的，可是至少这个点盏灯总是有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从 CLEC 的宗旨开始谈起。那提升这一部分的话，我还是回归到爱，这个最基本的爱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谈爱就是不用谈到什么博爱这个我们就先谈家里就可以了但是就是爱，这是一种最基本就是说好像投资大家都知道要投资，可能有些人知道要投资，可是他不投资。那所以爱也是一样，爱就跟投资一样，它就是一个名词有这个东西投资你知道有这个东西，但你知道有这个东西之外，这个只是一个知道，或者你愿意，我愿意投资，我愿意爱，可是 I do 不会自己完成这个使命就是我愿意去投资，跟我愿意去爱家人，本身就是一个我愿意 I do， 但是你总是要有执行的方式跟执行的能力。就像投资，我愿意投资，可是你有没有投资的能力，这又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一个是意愿，一个是能力所以除了要有爱，对家人要有爱，我愿意，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你一定要经过时间的历练、淬炼、体会、运用、修正，再运用、再修正，最后做到顿悟的
能力所以我们谈的爱是一种意愿，可是你要让这个爱达到执行、坚信、忍耐、信仰的地步，就是最后到信仰的地步，这是一种能力。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知道爱是最基本的了，有爱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我愿意。那你既然都待在这个屋檐底下，总是会要有爱嘛，不然大家在这个屋檐下面没有爱，那是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当初两个年轻人建立了这个家庭，都是有爱的啦。可是后来就消磨了这个爱，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过这个爱，如何去爱，如何去沟通这个能力。所以就好像我们知道有投资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过如何投资这个能力，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社会上，我常讲，我们学校教什么都教，就是不教投资；什么都教，就是不教夫妻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你家人的相处之道，跟如何对公司老板的相处之道，这不一样的。我们对家人是有爱，所以我们愿意，可是对公司上班不要有爱，你就是服务就对了。对于老板，只要你忠于公司服务群众的宗旨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对公司有爱，你也不需要对老板有爱，你只要对你的贡献有爱就可以了。好，所以如果没有维护这个爱，家庭这个爱的技巧或经验，还有能力不足，就会慢慢磨损了家里的这个爱，这个本身，这个爱就会慢慢的消失，最后如果回不去了，那就不好。所以大家要在这个关系回不去之前，学会这个爱这个技巧。爱本身就是一种意愿 ，I do， 我愿意，但如何维护是一种能力，所以大家要去体会、学习这种能力。首先，我们听到、知道、了解。那听到、知道，你第一个听到家里是要有爱的，第二个你要知道，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是听对方在讲什么的地方，让对方能够感情被接住，情绪被接住的地方。所以你在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是在听家人诉说的地方，也是你接住家人情感的地方。再来就是家包括什么？当然就包括夫妻嘛，配偶嘛，还有父母嘛，还有子女嘛。当然这是我所定义的啦。那你要扩充到兄弟姐妹、子女，什么这些堂兄弟、表姐妹、舅舅，这个阿姨，这个我不反对，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屋檐下的事情搞定，已经不简单了哈。所以你听到、知道、了解、相信，那你要打心里面面对家人，
第一个要先打心里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当我的子女，谢谢你做我的伴侣，谢谢父母养我们长大。对不起，就是我有可能对家人有说错话、做错事，没有上心，没有接住他们所说的话。再来就是我爱你。这3件事情常常要从打心里面就开始练习，所以我们就是听到、知道、了解、相信。这个到相信的地步，你就开始练习。再来就是我可能错了，他可能对了。我常常其实我是一个蛮固执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认为对的，我就讲得非常的肯定。但是我们其实越肯定的事情，可能错的就越离谱。所以我有时候我会去修正，可是讲投资你去修正当然 OK， 可是家里的关系可能就不是修正可以解决的，所以尽量一开始就不要太果断否定对方的观点或者是他的想法，反而是应该要从心里面就先告诉自己，我们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他是对的。那当然，如果最后我们是对，他是错，那没关系，那是对方的课题，他自己要觉醒。所以对方的觉醒跟觉悟跟觉知是对方的课题。所以上面这些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跟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要从打心里面去觉知，这种就是一种知识能力。除了有爱我愿意之外，我告诉各位就是如何做。如何做，这是一种能力。好像投资，我告诉大家如何做资产配置，如何做风险控管。那这种就是一种能力，这需要去学习。所以我们要维护家庭的爱，家里的和谐。除了我愿意之外，就是要一种能力。所以你常常听到很多家庭的纷争，那有人就会讲，我是很爱他，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或者是我是很爱他，可是我们还是常常吵架。这个就是你愿意，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都是一种术，不管是你从打心里面告诉自己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或者是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这些都是术，这是一种工具。那你从听到、知道、了解、相信、执行、坚信、忍耐，这些都是术。只有到达信仰那个地步才真正完成。就像我们投资，你到达信仰，对于 CREC 投资哲学的信仰的时候，你这整个投资才完整。所以一种道理，这些我刚刚前面讲的，你要去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一种技巧，一种术，也是一种工具。你听完之后，你去使用，每次使用你就会感觉到哪里需要修正。比如说一个刀子，你怎么切肉，怎么切横纹肌，怎么切那个肉会嫩会好切，有时候刀子要磨一磨才好。所以工具本身是你要去用它，慢慢用，你会慢慢熟悉。可是当你一个工具要游刃有余，
你让它跟呼吸一样自然的时候，那最终你要从这些运用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叫做 aha 这种 moment， 英文叫 aha moment， 就是说我终于知道了，可是这个没办法解释，就这种 moment 就是这个关键时刻，这个 click 就是这个 click， 突然之间你就通了 click。 这个就像我们投资理财，你听了我们 CLEC 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你就通了，那你被雷打到了，这个就是到了一种惊叹，那你所有的工具就会运用自如，就是这样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理解，拥有这个与人相处的这个能力。任何知识，当你最后达到一个 aha moment 的惊叹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出它的奥妙。像投资理财，我们一开始从我以前40年来，我就是个股炒作、期权放空，什么都做这个 day trade 也做可是到最后，我们做股票长期指数投资，到最后借钱投资，最后借钱生活，到最后买戒指，突然之间我就有一个这个 moment。在其实说起来应该是很惭愧，在2018年我才找到这个这个 moment， 就是说我开始做股票质押，那终于走到投资最后的这个这个 moment， 就是觉醒、觉知、顿悟的时刻。所以家庭的关系，你一定要走到一个这个 moment，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 CLEC 这个漫谈James 漫谈，这个就跟价值10亿元投资讲座一样，希望你是被雷打到，有一种我终于知道了这种感觉所以听到、知道、了解、相信、执行、坚信、忍耐，这些都是术，都是一种洞见，是看见本质。但是顿悟是突然的一种懂了，以前你认为懂，其实是不懂。只有你等到这个 moment 的时候，觉醒觉知之后，你才整个人的思维就会永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是让大家对于爱、家庭关系还有与人相处之道能够得到一个这个 moment， 就是 click 这个在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个 James 漫谈对于你的家庭跟人际关系有一种一灯即明，让你看清楚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像百年迷惑，一念即悟就是希望一点点就像 click 关键时刻 click 通了这种感觉。所以总结就是有爱是一种意愿，我愿意爱，但是还是需要具备人生的历练、沟通能力，这还有能力。一种是我愿意，可是你愿意你做不到，那就是要培养那个能力。我愿意跟有没有这个能力是两件事情，最后将这个我愿意跟有这个能力从一直执行训练练习，一次没做好没关系，再练习，直到你有一个的 moment， 那你此刻刻入了骨髓，达到信仰的地步，那这样就成功成功。当你没有沟通技巧之前，可能现在大家听了可能还是茫然不知道从何做起。那一开始你要对配偶或家人说谢谢你，我爱你，甚至讲对不起都讲不出来。
所以没关系，你先从最基本的、最保险的沟通方式开始。一开始就是听，不要插话，就听，不要插话。所以对方讲话，你要告诉自己不要插话，不要插话对，让他听完，持续耐心的听对方说话，这是最安全的沟通方式。如果你一定要说话，你就说对，好，没问题，我们就这样做，我同意。你内心同不同意，这个还在其次，可是你的表达就是要这样表达，让对方有被接住的感觉。之后我们再慢慢的经过化学反应，他也会回去思考。他在跟你抱怨或跟你讲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一种发泄，可是他没有经过心理的化学反应，可能过几天他就会开始有认知，对这件事情认知更深，慢慢的他可能会再回来，我们那时候再来谈。他因为知道你有接受他了，那再来谈就有空间可以聊了所以一定要让站在对方的角度之后，那才可以有聊的空间所以这个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一开始你做不到很高深的或者是很有技巧的沟通之前，你就先听，不要插话。如果忍不住一定要讲，那就说对，说的没错，说的很好，我赞同最佳的练习就是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心里要默认我不插话，我不要插话，好好仔细听对方说话，一定要在心里默认，闭住你的嘴巴。到最后你一定要讲话，就是对，你是对的，默念谢谢你，我爱你所以记得这个上善若水上善若水，这个我看一下上善若水，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老师，我这样子低声下去，我是不是太弱了低声下去我是不是太弱了？其实你是强者，我们只有示弱的人才是强者，表面弱，其实内心是强大的所以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所以你看它是利万物，你看它上善若水，它广泽于这整个宇宙，可是它不争。那人家这么大的能量都不与人争的时候，那我们在跟人家争什么？处下不满，柔弱胜刚强所以这几句话就送给大家。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那利万物而不争，人家利万物都不争的，那我们只是利家人，我们争什么？所以处下不满就是说水就一直往下流，可以包容所有的留下来的东西柔弱胜刚强。你看起来我们在示弱，我们说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你是对的，看起来是我们在示弱，其实我们是最刚强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下次见，拜拜。